各位韭菜同胞，大家好，我是小明，欢迎回到充满才华、智慧、胆量和精神不稳定的频道。今天继续解读川大爷的信息，这个信息十分重要，这是川普和很多美国总统，还有为这个国家牺牲的先烈们想要建立的真正的美国。现在的美国是假的，不论从法律上还是精神上还是社会运作上都是假的。确保你点击了右上角看了上集。上回说到美国的立国之本独立宣言真正的意义，美国宪法的意义，以及美国宪法案面临过的敌人。最后我告诉你一个概念，就是三权分立都是放屁。我在推特上看到很多韭菜留言说他们发现制度不是万能的，关键还是要看人，人如果烂了，要制度有个屁用。发表这些言论的可能都是学历不高的，英语能力不强的，甚至智商还很一般的华川粉。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居然是对的，那些号称名校毕业的精英们反而全部成了臭傻逼。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制度会没用呢？主流媒体和学校都告诉我们，民主制度是坚不可摧的呀，有了制度就有了一切呀。这就是1776报告的下集要给你们这群智障解答的问题。但是想要知道答案，必须要了解一些背景，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报告第5部分，学名叫美国复兴计划，俗名叫 MAGA。 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十分先进优越的国家，优越的物质、自由、生活高标准，这些美好的东西是怎么来的呢？这都是美国团结、稳定还有司法公正的结果。所以现在美国人民，甚至是全世界人民，包括我下集要骂的那些中文时政圈大 V 们，都面临一个选择。什么选择呢？到底是选择跟随独立宣言的原则，还是向左逼们的谎言妥协？好像他们很多人都选择了向左逼们的谎言妥协。左逼的话有问题吗？很严重吗？当然严重了。你是不了解共产党国家和法西斯国家的历史吗？左逼带来的结局都是独裁暴政啊！他们现在改名字叫民主党，你就不认识了？傻逼！1776报告告诉我们，一个共和国如果想要长久稳定，光靠民主制度是根本没用的，而是靠所有人民共同相信一个原则，而且是不言自明的原则，那就是独立宣言的精神。那问题来了，你要怎么样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原则呢？是油管开频道吗？肯定不是啊。还是你想通过电视天天宣传？那不看电视的人该怎么办？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学校教育，因为每个人都必须上学。这里说的教育是真正的教育，而不是像现在学校只教工作技能基本的重点放在数学和理科科目考高分上。那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呢？这个等会儿再讲，甚至可以专门出一集来讲，可能一集还不够。简单来说，真正的教育是训练公民，按照中国人最喜欢的话来说，就是教怎么做人。而且呢，最好是家庭、学校到流行文化、公共政策，所有的文化环境都围绕着这个原则运作，让所有人都了解美国的真实历史。那什么是美国的真实历史？就是既要知道美国伟大的部分，也不能忽视美国的黑历史和错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有责任感，因为只有韭菜联合起来，才有可能抵抗暴政。所以阴谋集团最害怕的事情就是韭菜联合起来对付他们。 GameStop 的股票呢就是个例子。所以他们极尽一切力量分裂韭菜。他们分裂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家庭。顺便说一下，接下来这段呢是基于报告加上我自己的见解得出的结论，也就是说这个报告被我升华了一下。我太优秀了。分裂家庭有2个领域，第一个呢是阻止新的稳定的家庭诞生。怎么阻止呢？先破坏婚姻。最近是不是有一种说法特别流行，就是其实结婚根本没有用，都是过时的东西啦，现在根本没必要结婚。婚姻作为保守价值观的一部分，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被诋毁。那结婚到底有没有用呢？我们就看一个问题那些不是韭菜的阶级
到底有没有很重视婚姻呢？比如希拉里和克林顿为什么没离婚呢？我们说罗斯柴尔德、洛克菲勒后面是不是要加上家族这2个字？电影《教父》里面柯里昂经常挂在嘴边那句话是不是我这是为了家族？那第2个领域呢，就是瓦解已经存在的家庭，基本呢就是通过乱七八糟的音乐电影和各种艺术作品，潜移默化的让人们失去对家庭的信心。比如他们会让你认为丈夫在外面随便乱搞其实很正常或者是家长没有资格教育小孩，连小孩能不能变性都不准干预。你可能会说，哎呀，小明，我看那些好莱坞的高级韭菜明星各种歌星名人，私生活全部都乱七八糟一个二个都是离婚很频繁的。对，深层政府控制了娱乐行业、好莱坞、电视甚至音乐行业，这些行业都是 CIA 的宣传机器，他们就是想让你看到这些事物，让你对破坏传统价值观的东西习以为常，这样才能慢慢打破你的底线。所以在美国才会出现什么爸妈跟小孩一起吸毒这种事还有各种我都不好意思说的事，都是这种思想控制的结果。再加上银行家对经济的操控和对教育系统的操控，让每代人的生活成本不断升高，特别是美国法律对男人离婚的惩罚简直丧心病狂，都是为了破坏婚姻的美好形象。所以婚姻的重要性还需要我继续讲吗？婚姻是产生家庭的唯一方式，而家庭在所有人类社会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什么作用呢？通俗来讲，家庭是社会运作的基本单位，也是关系最紧密、最顽强的单位。家庭是第一个教孩子怎么做决定、怎么变得耐心、为自己着想的地方。好的父母会培养出好的孩子，家庭教育远远比学校教育更重要。美国国父就引用了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话，把家庭称作为共和国的学前班。家庭教育才是塑造人格的地方，有人格的公民才会塑造国家的未来。举个例子，当孩子看到父母辛勤工作，他们就学会了劳动和自律的价值。当父母公开发声反对那些侵犯到自己权利和自由的行为，他们就会学会言论自由和自由的精神。所以家庭是社会运行最基本的单位，破坏家庭就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社会运作的基础。但很神奇的事情是，破坏家庭这件事情 Q 也是经常挂在嘴边的。巧合吧？现在就要说第6点和第7点，就是如何重整美国教育。这里呢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我们先说基础教育。真正的基础教育是什么样的呢？学校的任务是教会学生在社会上生存的基本技能，比如读写技能、基础数学技能。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呢这只会把人训练成一个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工具。第2个最重要的教学就是让每个公民都能理解和敬畏美国的立国之本，让每个人都爱国。这听起来好像共产党那套熟悉的味道但这里的爱国不是共产党那套爱国，不是盲目的爱，也不是强迫的爱。这种爱会伴随着失望、批评、反对，甚至是羞愧为什么会有这些感觉呢？爱国不是应该狂热的爱你爱到不行，打伊拉克就捐3个月工资那种爱吗？当然不是因为学校要教的是美国真实的历史，而真实的美国历史有很多污点。上集我们也说到，自从1776年建国以后，美国的立国之本受到过一次次的攻击，发生过很多的惨剧，甚至有吃人和人口贩卖。但是只有了解这些历史，才能了解到美国先贤的伟大，也才能知道如何避免再次犯相同的错误。学校的教育不应该是宣扬某个政党的政治观点，或者侮辱国家的先烈，因为美国人必须要先尊重法律，才能保护国家。这也是为什么川普老是说他要保护美国的宪法。
那好，现在我们说一下高等教育，也就是学术圈。现在的学术圈已经没有学术自由了，而且如今的学校呢，反美之风盛行，是白左和审查的天堂，不断的宣扬对美国的仇恨而不是宣扬美国的原则和价值观。所有的大学都在培养学生对美国的愤怒学校只会刻画美国先贤的罪过和错误，根本就不会客观的呈现历史。美国真实的历史就是美国如何在追求独立宣言的道路上艰难前进的历史。美国大学还会教学生消除歧视的方法就是制造更多的歧视并且呢，大肆的在大学范围打压言论自由。所以如果要复兴美国，学术圈必须恢复言论自由，回归追寻真相的学术研究路线。那恢复了教育以后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美国的意识形态。但是这还不够，因为人的思想不仅受到学校和家庭的影响，更会受到社会的影响，尤其是娱乐圈的艺术作品，比如音乐、电影、书本，甚至是油管现在的歌都在唱什么呀？大家都知道，都是什么毒品fuck you money 没有艺术在表达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了。刚才已经说过了，好莱坞就是 CIA 的宣传机器，相当于美国版的中宣部，他们唯一想要做的就是让你的思想堕落。所以那些宣扬美国价值观甚至是引发人思考的电影都被秘密的枪毙掉了。很多消息都指出在好莱坞的制作人都会被要求写一些符合某党价值观的事情，比如美化一下吸毒美化一下堕胎之类的但是最重要的美国意识形态还是美国人对法律的尊重。上集讲到，这集也讲到，三权分立其实就是个狗屁。共和国想要经历风雨，主要是韭菜的团结。韭菜想要团结，他们的意识形态就需要我们之前讲到的所有要素，再包括这条，那就是对法律的敬重。人人都要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没人尊重法律，只会有很坏的后果。这个后果已经在很久以前被林肯预见了。他当时就说，当一群烂人被允许组队烧教堂、抢商店、杀人放火，那么允许这个现象存在的政府绝对不能继续存在下去。哇，林肯是个预言家那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林肯是这么说的接下来呢，这是我自己翻译的牛逼的版本让每个美国人，每个热爱自由的人，每个珍爱自己子孙的人，用自己的鲜血为革命起誓，永不犯法，也不容忍他人犯法。这就像76人爱国者为了支持独立宣言一样，我们也要这样支持宪法和法治，让每个美国人用他们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做赌注，让每个人都能记这点。践踏法律就是在践踏先贤为我们洒过的热血，而这样只会破坏他们自己的品格，还有他们孩子的自由。让每个的美国母亲身体里都应该充满对法律敬畏的气息，并且让这样的气息也流入坐在他们腿上还没学会说话的小孩。这样的气息还要蔓延到学校里、神学院和大学，让这样的精神被写在启蒙的教科书上、单词书上和年终总结上。我们要在讲台上听到它，在立法院听到它，并且最终要在正义的法院中执行它。那最后报告的结论是什么呢？你可能会觉得，所以呢，这些关我们韭菜什么事情呢？要知道，我们每一代人都不是在完美的环境中生长的，但是环境在不断的改善。今天的美国要比50年代好，但今天的美国是怎么来的？是50、60、70、80年代的英雄们通过艰苦的抗争奋斗来的。当年一个黑人女性 Rosa 就是鼓起勇气拒绝为白人让座，然后被捕入狱，才引起了社会变革。
马丁·路德·金也是经过艰难抗争后才为黑人争取到了权利。而现在呢，美国再次面对危险，但是主流的声音却没有发起抵抗他们全部躲起来了，他们没有追寻真相，还打压追寻真相的人。虽然小明这样的精神病没有美国国籍和绿卡，但是我知道，如果美国的立国精神覆灭，生活在中国或者是生活在美国，其实会没有什么区别。所以现在是我们抗争的时候，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出力保护美国原则和价值观的时候。现在是像林肯说的那样，要用我们的生命、财产和荣誉来抵抗的时候。这段话说得很光鲜亮丽，鸡血打得很足。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肯定想，话说这么好听，你做点实际的，对吧？好，我满足你。如果你看了我的1776报告的上集和这集，我希望你记住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需要团结起来才能做出改变。我先做出表率，用我的名誉为赌注发起这次运动，就叫抛弃大 B 运动。我会马上出一个影片，把中文时政圈的智障全部骂一遍。如果你认同我的理念，就跟我一起行动相信我，这次的运动完全免费，不需要捐钱，不需要上街。不管是文昭江峰还是公子沈文瑞甚至是猫神这种智障，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想知道细节吗？那就等我下集的影片吧，拜拜。他们要关闭川普的各种社交账号，以及现在 Parler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它的 APP 都被谷歌商店下架了。然后苹果也威胁说 Parler 如果不配合我们的审查，我们也要把你的 APP 下架。怎么这样子啊？就是怕川普通过社交媒体把这个证据放出来，服务全部把川普给堵住了。那这样的话，我们以后还有地方可以安全的讲话吗？不就没地方了？对，没有啊，不然为什么川普要站出来把他们搞掉呢？就是要拯救我们这群智障啊。